江远，没想到你还是这般执迷不悟。陆良休我，江家厌我，除了投奔宁王，我还能去哪？难不成姐姐会收留我？与虎谋皮，终究会害了你。你少教训我了，你都自身难保了。走。陆世子，你敢只身闯我宁王府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陆军相，给我放了他！凭什么？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今夜你二人别想活着踏出我宁王府半步。我手上有你贪腐的证据，你利用审计药行喜赃，贪污军饷的账本在我手上。你放了雪莹，我用账本与你交换。陆军相，这是能让陆家军洗清冤屈的证据，你不要冲动。我先杀了你，再拿你手中的账本，不是一样？与王爷斗了多次，若无任何准备，我怎敢闯进来？我已经告知了长公主，今日我们会来拜你。若我二人有任何不测，王爷觉得此事会轻易了结。这个账本如果呈到圣上案前，以陛下雷霆手段定力彻查到底，你当真要为了一个女人，搭上自己全部的权势、财富，乃至身家性命吗？你敢威胁我？我今夜孤身前来，不过就是想与王爷做一个交易。你放了雪莹，我把账本给你，与你无损，与我有益，双赢之事。我相信王爷知道该怎么选择。我怎么知道你手中的证据是真是假？把账本给我！先放雪莹离开。好。我们同时交换。江雨儿，去把账本拿过来。走吧，姐姐。先让他们两人出去。你竟敢反悔！你反复无常、阴险狡诈，我怎么敢轻易信你？唯有确保雪莹安全，我才能将账本给你。好，让他们走。现在可以把账本给我了吗？打我！入队！都杀了他，一个不留！快走！
行，今天走不了了。陆君行，你果然有诈！宁王，你所做的一切，圣上已全然知晓。你会为你所做的罪行付出代价。好，全都去死！给本王陪葬！我今日死了又如何？明日也会失去一切。陆君行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无论如何，我都愿与你生死相依。世子呢？世子大概在金吾坊陪着冷月姑娘吧。江月儿呢？世子妃作恶多端，被世子休了，脸怎么跟失忆了似的？难道因为被封了诰命，太过高兴了？难道我又重生？谢瑶。我们都死了，但我们都重生了。重生？对。你说，我们之前经历的一切，都是上一世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已经重生过一次了。二公子，您回来啦！世子，今夜亥时，我们金吾坊相见，我再慢慢和你解释，快走。不管哪一世，你都是我的爱人。
你怎么在门外守着？里面有谁啊？夫人在做什么啊？公子，公子，夫人呢？身体不适。公子，公子。你们两个在做什么？我们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二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你还让你的丫鬟在外面守着，白日炫映，成何体统？你还问我怎么了？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！萧雪莹，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妇，你给我过来！哎，相信我，晚上见。世子，您怎么脸色这么差？你准备一下，晚上随我去金吾坊。需要为冷月姑娘准备礼物吗？是要准备一些，有些事我也需同她做个了断。是。等一下，帮我准备一块硬砖，越硬越好。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就因为她是世子，就迫不及待的想往上贴是吗？给我坐下！少说这些混账！好，刚成诰命夫人，就知道自己是谁。好，那为夫今天就教教你，什么才是规矩。你疯了！你敢打我？我就要打你，不仅打你，我还要和你和离。合理？你就这么想去伺候陆君行？我偏不如你愿。我与你和离，是因为你这个人自私自利、卑鄙无耻。与你这种人共处一室，多一刻都让我感到恶心。你们俩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我绝对不会如你们所愿，狗男女。还是不够硬啊！世子，您来了。老岳，我已知晓你并非是当年救我的人，我对你也从来没有过男女之情。明日你便离开玉城吧。这些银钱够你后半生衣食无忧。可是月儿做错了什么？还是有人在您面前说了什么坏话？是我话说的不够清楚，你我之间早已缘尽。这些银钱是我能留给你的最后体面，不要再试图耍任何手段，否则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到底为什么？世子，您总该给月儿一个解释。
我们因宁王而死，这一事，我们需更小心应对。这一世的我还没有与宁王正面交锋过，我手上也没有能扳倒他的证据。我会派人尽快找到秦守义。宁王不知情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。我们可以暗中谋划。陆良现在是他的人，受他重用。等解决你和离的事，宁王交给我想办法对付。他觊觎你已久，我不会再让你涉险。怎么样啊？还好吧，时空之下不一样。来，日头晃，人生嚷，且来听听陆府荒唐账。这陆良之妻江雪莹一眼看上了大哥陆君行，勾引献殷勤，把那世子迷得晕头又转向。雪莹不知廉耻样，勾引君行，伦理忘，一眼相对邪念长，全然不顾陆良郎。我给大伙说一件新鲜事儿，这件事儿啊，它就发生在陆府啊，这陆家的弟弟的媳妇儿啊。哎呀，谢师爷，咱们今天不做了。哎，收了吧，今天不想了，收了吧啊！一女子名节恶意编排，简直欺人太甚。你不要放在心上。百姓们就是为了凑个热闹，等有更新鲜的事情，这事儿就抛之脑后了。就算我们真有什么，凭什么把过错都让女人承担？男人只需要随便找个理由就能被原谅。况且我们事出有因。我都不在意，你这么生气啊？我就是听不得他们这么说你。这谣言一夜之间传遍于城。此事定是有人蓄意为之，想毁坏我的名声。让我知道这个人是谁，我一定好好教训他，为你出口气。你不觉得这个行事风格和手段很熟悉吗？江雨儿，她不是被我休了吗？现在应该在江府吧？我得亲自去会会他。上一世我们只见他中箭倒地，不确定他是否死了。也许他也重生了。他也重生了？我还以为只有我们两个是特别的。他们故意传我们的事情，也并非全无用处。你是想借这个机会，借力打力，助你和离？知我者，是子也。
脉象微弱，气血虚浮，确实昏迷之下。江雪莹，我的雨儿被消耗，一直昏迷不醒，都是因为你。你是雨儿的姐姐，怎么做出这种事情？江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，身为人妻不知检点，成何体统？让你脸上有光就是江家的好女儿，让你丢了颜面便是毁了整个江家。父亲可曾想过，你和江家的颜面都没有那么重要，根本就无人在意。你怎么和你父亲说话的？孽障，反了你了！我如今是诰命夫人，江大人莫要介意。小娘，父亲，你们可别忘了，如今的我不会再任由你们拿捏。小二，二公子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冷月，你不是我大哥的人吗？你来做什么？信诸烦闷，如今世子和江雪莹的事闹得满城风雨，你我二人可真是同病相怜。你不过是一个外室，谁跟你同病相怜？所以我才更为二公子您不值。您难道就不想出了这口恶气，好好报复他们一番？你有什么计划？这就需要二公子的配合了。坐实他们的丑事。我为什么要配合你？坐实他们的丑事，我就成了所有人眼中的笑柄。可他们二人之事传得沸沸扬扬的，也并非空穴来风。若是将来你们和离，你手中总该握着点把柄。我还要和你和离。况且，这江雪莹才封了诰命，就与世子安通款曲。若真让他们成了，一个世子，一个诰命，你在这府中可还有立足之地？二公子还是要早做打算啊。对啊，祖母最在乎陆家颜面，若是真坐实了他们的丑事，江雪莹往后在府里就再也抬不起头来。具体怎么做，听我安排。好。夫人您吃。我不想吃，你吃吧。二夫人，这是二公子出门前嘱咐我交给您的。知道了。陆良约我今日戌时金吾坊相见，详谈和离之事。我还没收拾他呢，他倒是按捺不住了。夫人为何这样说？万一他是诚心想谈和离呢？要想谈，什么地方不能谈？非要去金吾坊这种地方谈？看来这次又想毁我清白，做一些下作把戏了。这您都能知道啊？心术不正之人，翻来覆去不就那几个手段，我都应付烦了。世子查清楚了，您和二夫人的传言，您和江姑娘的传言是冷月的丫鬟珠儿传出去的。茶楼和皮影戏的老板都收了他的银子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世子，我家小姐说临走前有些东西要归还给世子，还请世子去雅见一见。世子，你我多年情分，你怎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赶我走？你不是说今日有东西要还我吗？玉佩给我。
真玉陪我昨晚。这铃铛很是熟悉。世子可是喜欢。这便是你的招数？先用催情香害我，然后呢？然后再把雪莹骗过来，侮我二人苟且，再叫人来捉奸是吗？世子，你怎会这样想月儿？这香炉里面有什么？报官一验便知。谋害世子，你可担当得起？世子，你怎会突然如此狠心对月儿？难道我们此前的情谊都是假的吗？你别再演戏了！你四处散播我和雪莹的谣言，又用催情香害我，现如今失手，是不是又要用易容术去陷害雪莹啊？易容术，这个你也知道？你的每一步算计我都能预料到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九月，把他送走，此生不得再踏入余城半步。世子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有些事还好你尚未完成，否则你连命都会丢掉。手了没有？不是说好了摔杯为号吗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何人？陆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人家想你了，便来寻你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不是你让人家来的吗？陆郎，这外面都传遍了，说你要休了江雪莹，那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你身边？你这个小狼蹄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催情香应该起作用了。世子，世子，嬷嬷怎么也有雅兴来五方了？世子，恕老身多嘴，你与二夫人的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，你怎么还敢来金武坊与她私会？嬷嬷这话我可听不懂了，我何时与二夫人私会了？二公子已经告知老太君，说你在此处约了江雪莹，老太君念着世子的面子，这才只叫老身来处理。哎，世子得罪了。嬷嬷，哎，哟，哎，堂弟来五方私会，怎么都不跟我打声招呼啊？哎呦，好戏看了！流言不会就是他自己传出来的？吓死！这有下罪呀！你需要我做什么？陆良有一个相好叫燕娘子，若是让她知晓陆良因这传闻要与我和离，她定然觉得自己有了机会。到时你将冷月害你的催情香给陆良点上。祖母，刚刚孔嬷嬷亲眼所见，陆良在金武坊与那青楼女子肆意妄为。你故意设计整我是不是？我今日未曾出门，何来设计？这约我去金武坊的字条是你给的，你又让孔嬷嬷带人过去，不就是想诬陷我与世子吗？祖母，夫妻之间恶意算计，让我这日子怎么过下去？求祖母开恩，我要与他和离。告诉你，不可能。雪莹啊，两儿现在仕途正旺，你也刚被封了诰命夫人，
这个时候和离，岂不是折损颜面？祖母，他公然与五方青楼女子厮混，如此行径，又何曾将我这个正妻放在眼里？又何曾顾念过陆家的颜面？你跟陆军行的事传得满城风雨，你现在反倒怪起我来了。祖母，如今外头都传遍了，说他为了掩盖自己的丑事，蓄意抹黑我与世子有染。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求祖母同意我与他和离。梁儿做的是过分，莫不如你给梁儿一个机会，我定会好好罚他。陆良啊，你见本王的东西，可是忘了？王爷，陆良不敢。这朝中有才之人如过江之鲫，凭什么你能在1年内连升3级？王爷，陆良能有今日，全靠王爷提拔。既然知道，你可是答应过本王，只要我助你上位，你就将夫人送与我享用。是。人呢？江雪莹呢？王爷，江雪莹近来性情大变，不仅要与我和离，还与那陆军行。我要的不是解释，是人，懂吗？本王可没那么多耐心。是。二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我睡了多久？江雪莹呢？吃这个，这个好吃。江雪莹，站住！你不是要跟我和离吗？走，跟我回屋说。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要回屋说，就在这儿说吧。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立刻给你签休书。休书不行，我说得很清楚，我要的是和离书。你不要太过分。陆良，是你在和我谈条件，不是我在求你。行，和离书。明日跟我去参加一个宴席，只要你乖乖配合，宴席过后我立马签和离书，绝不食言。让我猜猜，这宴席是在宁王府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宴席只是掩人耳目，实则是想把我送给宁王攀高枝，对不对？闭嘴！你疯了你！闭嘴！我太了解你了，你那点所谓的才华，不过是在我帮衬下勉强拼凑出来的笑话。人前装模作样，实则好赌又好色。你除了一身的臭毛病，还会干什么？这个贱人反了你了！你如今拥有的一切，不过是靠着攀附宁王得来的。你就是宁王身边的一条狗，为了讨好主人，不惜将自己的妻子送到他的床榻上，真令人感到恶心。他是怎么知道我计划的？哪里走漏了消息？
要不然我们也用他们的办法，直接把陆良抓过来，逼着他按手印把和离书签了。他若敢不签，直接宰了他。怎么，重生一次，性情变得如此急躁了？你是我夫人，现在却顶着陆良妻子的名号，还屡屡被他欺负，你说我怎么能咽下这口气？我怎么冷静得下来啊？他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，不足为惧的。只不过如今看来，宁王怕是要有所行动。上一世他为了得到你，用尽了卑鄙手段，保不齐这回要利用陆良，或者找什么其他理由来害你。我必须要让你尽快和离。江雪莹这个小贱人，怎么奉了诰命之后性情大变？她到底是怎么知道我的计划的？这不是被我大哥休了的世子妃吗？哼！我既来找你，就不拐弯抹角了。此前我一直在家中养病，最近我才知道，原来世子休我是因为江雪莹。此仇不报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所以来找我帮你。你们一个两个的，都说要对付江雪莹。你知道这个贱人有多难搞吗？哦，看来二公子之前也使了些手段，不妨与我说说，你有什么计划？二公子无需顾忌，如今我已是弃妇，对你构不成任何威胁。我打算把她送给一位贵人，把她送到别人床上。二公子还真是好手段。诰命夫人高高在上，目中无人，让她从云端跌至泥沼，这种屈辱确实够她受的。你有办法？有，不过作为交换条件，你要亲自将我引荐给这位贵人。哦，你倒是聪明，知道往上爬。如今我被世子休了，被娘家嫌弃，我走投无路，总得找个贵人依附，为自己谋条出路。你这姿色，说不定贵人真的会喜欢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祖母，雪莹嫁与陆良受尽委屈，孙儿于心不忍，希望祖母能够同意雪莹和离，望祖母成全。你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？她是你弟妹呀！你若真在意她，
便不该这样毁他名节。名节重要还是雪莹的幸福重要？难道就为了所谓的名节，为了陆家的颜面，就要让雪莹逆来顺受、委曲求全、牺牲一辈子吗？你放肆！身为世子，你竟然做出如此败坏郡王府门风之事！只要祖母同意雪莹和离，孙儿可以不做这个世子。你说什么？孙儿愿将爵位让给宗族其他子嗣，均行此生，只要雪莹一人。你糊涂啊！你若不是世子，身无长物，难道你觉得他还会跟随你吗？他会的。我与雪莹生死与共，不会因为任何人、任何事而改变。真看不出来大哥是如此深情之人，只不过这深情竟然是用在我夫人身上。你根本配不上的。我有功名在身，大哥不过是有个世子的名号，你就配得上了？少说两句吧！你们两个堂兄弟，竟然为了一个女人闹成这样，简直是让外人看我们郡王府的笑话。祖母所言甚是，我乃陆家子嗣，理应顾全大局。既然兄长如此执念，我愿意与江雪莹和离，成全他们。只不过，说，我有一个条件。大哥觊觎弟媳，有悖常伦，应按家法处置。只要大哥挨这30板子，我立刻签和离书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唉，君行，你和雪莹若断了这荒唐的念头，祖母，我心意已决。这一顿板子之后，我相信你能挨得过去。停！你可否知错呀？啊！孙儿何错之有？继续打！世纪同学，不能让他们看见你身上有伤。再打下去，怕是会打坏了。世子，你就服个软，认个错吧。我对他动情已久，这个他我愿意爱。花灯亮起之时，我便护你一世。停！不要打了！受到如此痛楚，他在何方？他又何曾为你做过什么？他为我而死。君行啊！
一去不回。君行，陆君祥，陆君祥。江姑娘，你找借口让我去景武坊查账，就是为了把我支开是吧？和离书，我给你拿到了。你傻不傻呀？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扛下这些？我不想你看到我挨打，多丢人啊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丢不丢人？趴下。我给你上药。哎呀，好疼啊！啊，这样会不会好一些？这样会不会好一些？王爷，别打了！废物！谁让你和离的？本王管你要人，你倒好，把人给推出去了。王爷息怒，和离只是缓兵之策，我后面还有一石二鸟之计。就凭你要是想得出计策，本王现在为何还没见到江雪莹？给我继续打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王爷，我为你引荐一个人，定能解你心头大患。进来。你是陆君行的前世子妃？此前什么身份不重要，此后我只愿为王爷出谋划策，排忧解难。你凭何会觉得本王会收留你啊？我在郡王府多年，又是江雪莹的妹妹，我对她了如指掌。陆良办不成的事，我可以，我比他有用。只求王爷肯收留我。你是要把他迷晕，然后把他送给贵人？若真是这样，岂不是便宜他了？我要让他一无所有，痛不欲生。他们两个人和离是你出的主意，说说看，接下来是什么计划？陆君行为了得到江雪莹，挨了30大板，而这板子上有毒。能解毒的药在王爷手中，王爷什么都不用做，等着江雪莹主动上门便可。这份好礼，就是我给王爷的投名状。
这的确是份好礼。不过，你与江雪莹姐妹一场，你如此恨她，难免让本王产生疑惑。我落得被休弃的下场，全都是因为她。她不让我好过，我也让她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好，那本王倒是要看看，你究竟有多大能耐。世子已经烧了1夜了，到底何时能好？哎呀，他中毒了，我只能暂时开一些压制毒性的药，要尽快找到解药。9月，暗中调查行家法的下人，务必要找到下毒之人。是。不必送了。多谢。你来干什么？此前这可是我的房间啊，姐姐倒出入的自在，我反而不能来了。你已被世子休弃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被休，还不是拜姐姐所赐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与世子夫妻一场，他中毒时日无多，我自该来看看热闹。你怎知他中毒？是你下的毒。姐姐说的话我听不懂，怎么成我下的毒了？又不是我让他挨的板子。原来陆良同意和离，是想在他行家法时下毒。你们一个是他的堂兄弟，一个曾是他的妻子，竟狼狈为奸，害他至此。姐姐莫要心忧，我知道解药在哪。宁王府，江玉儿，我无数次对你手下留情，没想到你竟不知悔改，与宁王联手。你知道了一切又怎样？看着心爱之人死去，还是为了心爱之人爬上别人的床？我好想知道姐姐会怎么选啊！哎呀，陆君行，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下场。谁呀？你今日怎么主动找上本王了？王爷明知故问，你给陆君行下药，不就是为了引我过来吗？你以人妻之身与陆君行暗通款曲，在本王这儿又有何不可？陆君行能给你的，本王能给；他不能给你的，
本王也能给。王爷用如此下作之计，逼我就范，可我也并非任由你掌控的玩物。说说看，你想要什么？一座独门宅院，一场风光的纳妾礼。王妃是将门之后，王爷可敢答应吗？有何不可？但你真的愿给本王做妾？就算别无选择，我也不会自轻自贱。我要有名分，要体面的活着。给我解药，待陆君行安然无恙，我自会践行诺言。好。王爷不可。是你，王爷。江雪莹心思深沉，若得了药，恐怕会出尔反尔。不如给她一半，事成之后再赏她另外一半。好主意，还是你考虑的周全。江雨啊，你为何阴魂不散，非要害我？你和世子私相授受，害我被休之时，有没有想过会有今日啊？这笔账，我迟早跟你算。你果然是本王的一把利刃，比陆良那个废物强多了。脉象平稳了些，这药果然有效啊！他何时能醒来？毒虽暂时压制，尚未完全清除。若3日之内没有剩下的解药，世子恐怕难再醒过来了。什么？我知道了。如何？甚好。王爷，陆君行确实重度昏迷，已服下一半解药。不错，恭喜王爷抱得美人归。另外，雨儿是自己人，但说无妨。兵部侍郎给王爷送来一箱南海珍珠，以表忠心。说的话是句。另外，王妃快回来了，最近行事低调一些。是。去吧。我姐姐向来诡计多端，惯会拿捏人心。她被迫嫁给王爷，心中记恨，说不定日后会生出什么事端来。不如，王爷也给姐姐画一幅美人图。有了这把柄在手，她也不敢肆意妄为。你姐姐要是有你这般识物，那本王也不必如此大费周章。
我说过，待陆军行安然无恙，我自会践行诺言。王爷这是做什么？放心，本王又不会怎么样，只是作画而已啊。那王爷不妨跟我说一说，这画中女子皆为何人？等本王将你画完之后，再慢慢给你讲。别不知好歹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没那么多耐心！放开！王爷，王妃回府了，马车刚到门口。他怎么提前回来了？进来！把他们2人送去外宅，2日后举办纳妾礼。雨儿，给我看住他。是。看好了，2日后纳妾礼，万不可出差错。恭喜王爷纳妾！恭喜王爷纳妾！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。江雪莹，你终究是本王的女人。怎么是你？我与姐姐换嫁了，王爷可还喜欢这个惊喜？你凭此牌可任意出入。来人，让这个贱人跑了！江雪莹人呢？说！在此。陆君行，不是中毒了吗？禁军已经查抄了宁王府，从画室里搜出了你这些年贪腐的金银财物。哼，少在这诓骗本王！你不可能拿到钥匙。你说的是这个吗？放开我！没那么多耐心。王爷，王妃回府了，马车刚到门口。进来，把他们2人送去外宅，2日后举办纳妾礼。我故意让你给姐姐作画，就是方便她趁机踏下你的钥匙。贱人，你敢背叛我！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局，何来背叛？好啊，你们姐妹2人联手演戏来诓骗本王。江雪莹，你要什么本王都能给你，你为什么偏偏选择陆君行？陆君行能给我真心，王爷有吗？真心？你们这群人，在本王眼里只不过是一群蝼蚁，弄死你们易如反掌。给我杀了他们！陛下口谕：宁王贪腐无度，残害忠良，私养府兵，其心可诛。即日起，
贬为庶民，没抄家产，择日问斩。他的令牌是假的，他敢假传圣谕。我已经派人把秦守义送进宫中。你这些年贪腐的罪证，连同你当年害陆家军惨死的真相，全部呈于陛下案前。宁王，你大势已去，不要再争执。不可能，秦守义远在信阳，你又身中剧毒，你中毒不过是装给你看的，实际上我去了信阳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们怎么可能知道秦守义还有华氏的秘密？不可能！本王怎么会输？秦守义和华氏里的证据，你们不可能知道。你就当我们做了一个梦，有了一场特殊的机遇吧。荒唐！本王竟然输给了一场梦境。不，你是输给了自己无穷无尽的贪欲。江雪莹，我只问你，那日宁王下令放箭时，你为什么要提醒我？小心！小心！你重生了，这些年不，这2世，我处心积虑设计了你一次又一次。我以为你对我恨之入骨。宿命的选择，坠入梦魇那一刻，在漩涡里挣扎着。你叫了我这么多年的姐姐，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，我做不到，做不到眼睁睁地看你死在我面前。你以为你可以依靠的人，反而害你最深。你以为我抢了你的气运，其实是你选错了人。女子出头本就难，我若不争不抢，难道就该被人踩在脚底下吗？我只不过是想活得风光体面，怎么就成了错？你没错。女子想活得风光体面，一点错都没有。但我们想活出一番天地，必须要靠自己争取。抢夺来的，依附别人的，终有一日也会失去。我跟你斗了这么久，难道只是一场笑话？妹妹，这么多年，你费尽心思的算计我，到头来得到什么？如今上天又给了你一次重生的机会，难道你还想重蹈覆辙吗？妹妹，当真要离开虞城啊？害过我的人，宁王、陆良，全都被我解决掉了。陆良也……
从前我以为女子只能任人摆布，所以才做错许多选择。这一世，我也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这一次，若非你从中周旋，宁王恐怕没有那么快落入圈套。还是世子足智多谋，想出这么个以身入局的法子。不过那30大板，确实是挨少了。你这又重生一次，怎么没有半分长进呢？他怎么也重生了？我以为只有我们两个特殊呢。回头慢慢给你解释。你特别，你不过是和他重生1次，我和姐姐重生了2次呢。陆君祥，你还休了老娘2次呢。我也该好好想一想，怎么报复你了。哎，你别乱说啊！我可从来没有碰过你，我哪一世重生2世，终得圆满。人间至幸，不过是与所爱之人共守晨昏，岁岁安然。好了没有啊？还需要花多久？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快出去，别坏了规矩！快！娘子今天真好看。谁是你娘子？哎，你快走！你是我娘子啊！哈哈哈。第一次见你，你就是我娘子。谁家好郎君第一次大荒穿白的？